5.1米车长旗舰的5座 SUV， 0百呢2秒级。在9字辈车型啊打得火热的情况下呢，极氪又出了一员猛将，就是极氪的8X。这辆车的定位呢和9X 不太一样，9X 呢走的就是极致豪华的路线，8X 走的就是运动豪华的路线。所以本期视频呢，我们全方位的感受一下这款车的乘坐空间以及舒适性的配置。小店的用户一定要记得看完。我们先从它的开门方式讲起啊。这辆车呢，它前排呢是带有这个电动门的，然后全车呢是带有电吸门的。然后传统的这个门把手这一块是不是要给个好评？然后它的一个开门方式啊，比如说你看它内部是有一个按钮的，你按一下，对，前排的电动门会自动的打开。作为这个尺寸的 SUV 啊，我觉得2排的乘坐舒适性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啊，这个车门的开阔度怎么样？你看，小90度吧，就是虽然是没有9X 那么大的一个开口度的，这个空间呢也足够你就是非常轻松的上下车。然后包括这辆车啊，也是有这个电动的踏板的，因为是展车模式啊，所以呢就没有给它收回。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踏板的承重怎么样啊？我们来试一下啊，这个脚踏，你看。这个承重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那接下来我们来测量一下这个进门的开口度怎么样？我们首先来看极氪8X 的内饰的颜色，你看啊，红黑的双拼色，我个人是觉得在一众的棕色、黑色和白色面前啊，就显得格外的亮眼。那我个人也是觉得这个颜色呢，应该是会选择的人是最多的，就是呢，它是比较突出呢，但是又不会过分的扎眼。我们来看极氪8X 的2排的一些配置情况，先总结一句话，就是真的很多啊。首先来看，你看同级的话呢，正常在副驾背部有一个小桌板，它这儿是给你配了2个的，承重呢是15千克。你看，像我正常敲打的话，也不会晃啊啥的，就整体来说还是相当的稳的。看完了小桌板，接着我们来看后排的这一块小屏幕啊，它不像极氪9X 一样，就是可以随取随用，可以取下来。它这一块是固定的，但是呢，功能还是非常丰富的。然后我重点想带大家看的就是它的这个冰箱的调节。你看，正常我们可以通过这块屏幕来打开我们的冰箱，然后它下面也是有一个按键的，比如说我按一下。它也可以自动的弹出来，然后它的温度呢是支持零下的6度到零上的50度。但我个人觉得啊，最细节的就是可以看到它下边啊，给你罗列了一排像什么红葡萄酒啊、香槟啊、冰淇淋、冷饮、热饮，别不同的这个食品的温度调节特别的细节。而且它右边还有一个杀菌，就是对你，比如说用久了之后呢，你可以对这个冰箱来进行杀菌的一些动作，怎么样？这块我觉得真的还是蛮细节的。接着我们来看上方的啊这一块17英寸的3K 的吸顶屏幕，它不能像9X 一样，就是它是那个滑移的啊，可以移到后边来，因为那个是照顾到3排的乘客，所以它是固定的。然后这一块的话呢，是要上到 Ultra 以上的这个版本啊才会赠送的。如果说你是低配版本的话呢，需要花1万块钱。那我也想问一下，如果小店的用户，你们会不会考虑这块屏幕啊？它这块屏幕呢是跟你配了一个遥控器的，就是操作也会非常的方便。可能就会有一个问题，这个遥控器没有固定放置的位置，会不会很容易遗失啊？然后它整一块的一个操作呢，它也是可以将前排、后排是可以进行屏幕的这个互联的。比如说我要看什么电影啊，它是可以直接投到后排屏幕当中的。极氪8X 给我的第一印象啊，和9X 是一样的，它的实体按键真的特别的多。因为在现在大家都在做就是语音交互的同时嘛，可能会忽略掉这一块的一些操作的实体按键，但是极氪啊还是保留了。可以看到它重点呢是集中在了门板的这一块，这2个座椅呢都是支持3个座椅记忆的，然后它还可以支持这个座椅靠背的一个调节。你可以看到我降到最低，它的这个坐垫也是会往前伸一点的，而且呢，我的座椅也是可以进行前后的移动的。它下边是有150毫米的滑轨行程。所以说它可拓展的一个空间呢，相比同级来说呢会更大一些。好，这个是它座椅的一个设置，前边呢就是座椅加热、通风、按摩都是3档的。我重点想要体验的就是它的座椅的按摩的这个力度怎么样，因为我现在是已经调到3档了，它重点是集中在了腰部的这一块，可能背部的这一块稍微欠缺了那么一点，然后坐垫呢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反应啊。但是不得不说，这个力度其实还是很到位的。我刚刚有讲到它的座椅按摩力度，就是背部和臀部这一块不太明显，但是啊，就是你在这一块后排的小屏上面是可以来进行选择的。我刚看了一下，它选择还蛮多的，就是有8种。然后比如说我刚刚选的是一个全身放松，那可能它会有一个反应的时间。但如果说你想重点按你的背部这一块的话，你可以点这个背部放松，它就重点集中在这一块了。所以说座椅按摩这一块是可以自行的调节的。然后它还有一档呢，就是律动啊，比如说你开启了这个功能之后呢，它就会随着你的音乐呀，包括说视频的节奏，就是自动的来进行这个律动的节奏的更换啊，就这个还蛮有意思的。除了门板上面的实体按键之外呢，它下边的这3个按键啊，比如说第1层，你看是可以操作这个车窗的；第2层呢，它后排也是配了电动的遮阳帘的，右边呢就是控制对这个车窗的，然后前方的这个长条的这个按键呢，你往上推拉，对，它是可以进行遮阳帘的一个开闭的，但是它后排的这个天窗是没办法开启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坐到这个位置来体验一下它的伊姆斯躺椅到底怎么样吧。副驾后面的这个座椅呢，它明显就跟旁边啊可以看到门板的这一块的一个按键就不太一样了，因为它在这儿呢是加了一个伊姆斯的躺椅，我可以一键的将座椅放倒。我刚刚呢是已经手动啊将这个伊姆斯躺椅调到适合我这个体型的位置来了。那如果你们可以根据不同的身高体型调到自己的位置来进行座椅位置的记忆的一个保存，那下一次上车呢就可以一键的恢复到这个姿态。那现在来聊一下吧，我个人是觉得啊，如果说你身高180以上的人的话，可能会觉得躺的不是特别的舒服，它会有点顶脚。还有就是它的这个腿托这个面积不太够大，而且不够厚实，所以我会觉得我小腿的一个承托感其实给的没有很到位。包括说它的座椅的前后，包括靠背是可以调节的，但是它不是分开调节啊，给大家试一下。比如说我想调这个靠背的话，我想调到最低，你看它座椅就会往前伸；座椅下面啊，我想调前后的话，你看我想调到最后的话，它坐垫就会起来一点，它不是分开调节的，所以这一块个人觉得也不是特别的舒服啊。然后它和零重力座椅，我个人感觉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可能零重力座椅更适合大部分体型的一个人。伊姆斯躺椅的话呢，可能就得根据你自己的身高体型去自动的调节，会感觉有点麻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小 bug， 我座椅在恢复的时候，它识别到这个位置，就算坐了人，它坐这儿也是会一直折叠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要重视一下啊。比如说坐了小孩，或者说这一块座椅放了什么东西的话，你看我坐在这个位置，它还是在压。但必须要夸一下，这辆车保留了那么多的实体按键，这个啊值得好评。而且呢，它的这种按键的阻尼感做得很不错。然后包括说，你看你去调的话，它有清晰的一个段落感，不是那种松松垮垮的感觉啊，就显得很没有质感。而且呢，我就算躺到这个位置，我可以去进行盲操，也是不会出错的。相对来说呢，学习成本会很低。极氪 8X 的后备箱的容积呢是1133升啊，如果说放倒2排座椅呢，可以达到2200升。怎么样？这个后备箱容积是不是比9X 大太多了？而且啊，它在左侧呢也是给你安排了很多的实体按键的，包括说这个空悬的调节啊，然后以及呢后排座椅的这个放倒以及恢复，还有就是它前面还加了2个按键，是可以进行2排座椅的前后调节的，就是非常的细节啊。而且呢，整个平整度，我们来放倒2排座看看啊。现在是已经放倒了2排座椅，怎么样？这个平整度还不错吧？基本上啊，铺个床垫就能当床了。不过下方的这一块的容积就比较小了，只能放下一些简单的一些随车工具啊，没有更大的一个储物空间了。所以现在回到了最开始的那个问题，376800的售价，你们觉得极氪 8X 值不值？那朋友们，如果你们考虑啊旗舰级的5座 SUV， 你们是更看重它的舒适、智能还是动力呢？评论区告诉我吧。